一文今天过得怎么样？累。跟我描述一下你此时此刻的坐标以及你所处的环境。坐标啊，在横店，然后环境拍摄现场。你为什么在这里？在做什么？工作赚钱。如果要跟没来过横店的人描述这个地方，你会怎么描述？想来看看也行。在横店或者其他工作场所，你的娱乐方式是什么？玩手机、玩滑板、骑摩托车、玩电脑、拼乐高。新的一年你有立下什么活动？我想学会 kickflip， 一个滑板动作。现在还会拿到压岁钱吗？可能会发吧，不会拿。如果要把你比作一个动漫或者卡通人物，你最像谁？努诺罗佐罗。慢热已经成为大家对你公认的标志了，请问这个慢会有多慢呢？现在好像没那么慢了。讲一个你最经常听到别人用来形容你的词语。话少吧。会不会去查看狮子座的运势？偶尔会看一下。最近一次心跳加速是因为什么？不记得了，好像没有。有表演魔术的时候。在什么事上容易怂？怕黑怕虫子。在所有的工作身份中，你觉得哪个领域最得心应手？都不得心应手。最近一次在工作中有挫败感是什么情形？有挫败感，也还好，好像没有吧。取得成绩的时候最想和谁分享？最想跟我的好朋友们。作为一个洛阳人，你的地道指数有多少？10%都不到，可能。在家乡，你最喜欢的区域是哪里？就我家附近呗。你自己身上洛阳的基因表现在什么地方？我的血液里。如果在看牡丹和访问少林寺中间选择一个行程，你会选什么？少林寺吧。回到家里，你是什么担当？我好像也没啥担当。如果家庭聚会，你被邀请表演一个节目，你会怎么做？家里聚会，没有人会邀请我表演，他们都知道我会拒绝。你们电影《囧妈》演唱的《给妈咪的一句歌词》是有多久没有给你抱？你上一次你抱妈妈是什么情形？就上个星期吧，就在家里的时候。爸爸妈妈教给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照顾好自己。在家里的王一博和独自居住的王一博表现有差异吗？没差异，一样。作为一个新手，你觉得我应该从哪一款入手？它有那种就是过家家的那种图案的小女生适合玩吧。你目前听过最复杂的一款是哪个？布加迪威龙吧。布加迪，对，就是布加迪，不是威龙，对，布加迪。一个人玩滑板和滑板老炮玩滑板，和自己差不多水准的玩滑板，和一群人玩滑板，你会选择哪个？一个人玩滑板，滑板不能一个人玩，滑板一个人太枯燥了，你跟谁玩都行，不能一个人。你提升滑板技术的方式是？天天练习。最近学会的一个手语是什么？前1个月了吧，应该那个动作有 frontside puff 稍微。在你体验过的城市中，哪里最适合骑摩托车？其实是赛道，摩托车你想在哪骑都行，就是比较天气暖和一点的地方比较适合骑摩托车。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，我不在路上骑了，我就是想只在赛道上骑，因为路上骑确实还不如开车呢。我觉得现在对。知乎上有人说，看你入弯压线的位置能看出你的悟性，你觉得是这样吗？看不出，那个是看那个你弯心入的准不准。对。拥有摩托车的人都会选择跑山、环湖2种娱乐，你有尝试过？跑山跑过一次，吓死我了，再也不敢跑了。因为下过赛道的人会有很多人会比较在恐惧去跑山，因为跑山真的很危险。就2个车道，你一个是这边来的，一个是那边来的，你骑摩托车，你很容易就出事故，挺危险的，真的不建议大家去跑山。玩滑板和摩托车分别喜欢在一天中的什么时段玩？都是全天。滑板的话也是从
从早上11点左右过去，在那边吃个午饭，然后就玩一下午，玩到5、6点。然后摩托车的话可能会再早一点，有的时候会10点左右过去，也是骑一天。对，因为摩托车是因为场地的原因，有的时候场地开放日你过去了，然后那个你肯定是要把握好这一天的时间去玩。滑板的话其实是比较随意了，就是有个滑板场，你想玩多久就玩多久，但是一般的话都是会比较练的时间久一点，练一天这样。请念完整个这个句子。知道魔术真相后的我，太傻了，真的，千万不要问魔术是怎么变的，因为知道之后就觉得自己是个猪，太笨了，太傻了。之后还想学什么新魔术？最想表演给谁看？想表演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因为魔术真的还挺有趣的，也是可以闲着没事就练习手法的。我最近就练了很多手法，就偶尔拿了牌就练一练这样。为什么你的爱好都这么容易玩成专业的东西？跟我们说1到2个你半途而废的爱好。半途而废的爱好都是在小时候已经废掉了，现在玩的都是比较认真的，也没有说认真吧，就是兴趣爱好，我也不知道能坚持多少。因为小时候其实我就挺喜欢玩魔术了。我那个说，我网上说我在学校门口买那些道具都是真的，我家里有。那小时候变的，什么皮筋啊，什么咬硬币啊，那小时候都买过。然后乐高也是小时候买的，然后跳舞也是小时候跳的。滑板是其实接触过，然后但是没有认真的接触，然后但是这次能够认真的接触之后，能够更加的练习，可以进步的话，我也挺喜欢的，然后就一直在玩。然后其他被淘汰的，比如什么小时候都学过国画啊、素描啊，然后毛笔字啊，都不适合我，就没学了，没继续了。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在手机？拍戏的话可能时间少一点吧，不知道的。打开手机最喜欢刷什么软件？微信、微博、游戏、Instagram。60秒的语音和100个字的信息，哪个更让你头疼？60秒的语音。最近一条朋友圈是什么？为自己宣传了一个无感。最近一次看完后推荐给身边人的电影？小丑。最喜欢把工资花在哪方面？买滑板、买乐高、买头盔。看恐怖片和坐过山车，你选择？过山车吧。自己买过的非常失败的东西是什么？我觉得没有失败的。小时候有养过宠物吗？如果有养什么？养过小狗、兔子、小鸡。用什么理由约你出门最容易成功？出去玩滑板啊，出去玩骑摩托车啊。我出门也就去，要不然就去吃饭，要不然就去玩这些东西。对。和你偶遇怎么样最能吸引你的注意？你的鞋子或者是滑板吧。除了工作场合，在哪能够偶遇你？就那些场景，你们知道的。分享一个你最得意的送给过别人的礼物。一足球吧。最近一次感觉到被爱是什么情形？被爱。最近一次感到被爱，好像还行吧，没太大感触。你表达爱的方式是什么？是怎样的？我表达爱的方式简单明了。如果可以加到任何人的微信，你最想加谁？加罗西，或者是 Chris Brown， 或者是Nadia， 或者是 A$AP Rocky， 或者是差不多吧。你会给这其中的某一个人第一条的微信内容会是什么？嗨，你好，我是王一博。如果全世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，你最想要见到谁？
好无聊的问题啊！如果可以和任何人交换人生24小时，你经常和谁交换？啊，也是有点无聊的问题，这感觉都是像问小朋友、小学生的问题。如果外星人邀请你去其他星球生活，你会跟他走吗？送我回来我就走。如果末日将至，你会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吗？当然改变，为什么不改变？末日将至，大家都改变了吧？如果生活在武侠世界里，你希望自己是武林盟主还是避世高人？避世吧，清静点。如果讲到浪漫，此刻脑子里的画面是什么样的？粉红粉红的。如果我说此刻你可以收工了，心情会更快乐？你是骗我的吧？以上的问题中有你非常不想回答的吗？也还好。以上的回答中有你有说谎吗？也没有。这是倒数第3个问题，你记住是？快进行倒数第2个跟倒数第1个吧。回答完所有问题，最两个人吗？卸妆脱衣服走人。作为一个认生的人，回答完这100个问题，你这个无聊真的好，我不知道。为什么说问题无聊？无聊中带着有趣，挺好的。